那我觉得如果说今天要让他一个对子想要来抓炸我的话，我认为是一个2/3到满帕，所以我觉得我2对他绝对会拿一些不管是4的对子啊，或者是7的对子啊，就是一个对子来扣我的话，下注2万不错，然后对手跟住之后呢，看到我2对他就。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777出局了之后呢，紧接着就去参加这场5000 freeze out。freeze out 的意思就是不能重买的意思。那这场比赛其实人数不多，目前看来的话，大概只有750几个人。然后这场参赛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最晚报名，然后上桌的时候呢是1000、2500的盲注级别，起始筹码5万，大概就是20个大盲。然后在这个第一圈呢，没玩什么牌呢，筹码量掉到了39500左右呢，我在 CO 位all in 了一个 A3 同花。然后小盲位的玩家跟住，它是 KQ 不同花。那我觉得这个 KQ 算是有一点松，但我觉得没有到特别夸张。然后这把牌呢，翻牌呢，直接击中了同花，所以呢，成功的筹码翻倍。然后在下一手牌呢，是在这个筹码非常多的玩家呢，他在这个 low jack 位加注，然后 high jack 位玩家跟住。1500、3000，他加注到7000，然后一位玩家跟注之后呢，我在第2位拿 KQ 不同花，这个时候我大约有59000的筹码，大约是不到20个大盲。那我觉得我的做法有很多种，我可以选择跟注，我也可以选择 all in。那我当下呢选择了 all in。all in 之后呢 ，low jack 玩家跟注啊，他是 AJ 同花，然后运气不错，我在翻牌就击中了一个 K， 筹码呢又成功翻倍。那下一把牌呢，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下一把牌呢是这个 low jack 位玩家，就是我选择了加注我的 QQ 选择加注之后呢，我的下家 high jack 位玩家呢跟注，这时候的盲注是2000、4000我加注到8000，下一家跟注之后呢，单挑底池，翻牌是965，2张梅花这我的 QQ 我有梅花 Q。那我觉得以一个预设策略来说呢，我会有一个相当高频率的 check 所以我选择了 check。然后下位这位玩家呢也选择了过牌，转牌来了一张8，变成是5、6、8、9，一张7就成顺。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范围里面呢，我应该还是会有比较高频率的过牌。所以我又 check 这个玩家呢选择了下注这时候底池有26000，他选择下注13000半个底池。那我的 QQ 呢就是一个明确要跟注他的范围有太多的炸他甚至会价值下注比我更弱的手牌，所以我选择了跟注。然后合牌来一张7变5、6、7、8、9在台面上，就连 QQ 都不会赢，不知道赢什么，就是分钱。然后我就 check。那我觉得以他的策略来讲，他应该有很高频率的下注炸火，但他并没有，他也选择 check。台面5张嘛，我就开我的 QQ， 然后他是 AQ 不同花，也就是说他转牌就是一个 S high， 然后就是看我 check 2次就下注，就希望我盖牌对，然后就 QQ 没有赢分钱。然后再下一把牌呢，这个时候呢，我的筹码量呢达到了接近大概10万左右，然后盲注呢是3000、5000 ，high jack 玩家加注，然后 bottom 位玩家跟注，他们2家筹码都比我多，那我在大盲位 AK 不同花20个大盲，很简单，就直接 all in。然后原本加注的玩家弃牌，bottom 位的玩家跟注，他是 AJ 不同花。然后呢，这把牌呢就让我从10万打到20万。然后呢，接下来这把牌我觉得相当的有趣这把牌呢是在一样是在3000、5000的盲注级别，我有20万的筹码量，我在 CO 位我拿了 A9 不同花，然后我选择加注到1万最小加注。然后大盲位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职业玩家，我认识他非常多年。然后他大约有9万就不到20个大盲，然后他选择跟注翻牌是854 2张梅花。那我们知道这个范围里面其实大盲会有比较多的6、7或者是任何的2对，所以我觉得呢我会有一个非常高频率的过牌。那我的 A9 我觉得也非常适合过牌，然后转牌来一张梅花6变成是4、5、6、8 3张梅花，然后变成是大盲位还有非常多的7，但是我的范围内呢比较少的7所以呢转牌对大盲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状况，他也知道所以他选择了下注1万底池28000，选择下注1万。那我的 A9 这边的时候有多一个卡顺或 S high， 虽然说我没有梅花，但我觉得这个牌呢对上这个下注尺寸呢还是可以继续所以我选择跟注。那合牌来一张梅花 A 变成是4张梅花在台面上，然后这时候他选择了过牌。那我觉得在我的策略里面，如果我今天是没有中 A， 然后又是一些没有摊牌价值的话，那我可能会炸火。但我觉得我合牌中 A， 其实我有相当足够的摊牌价值所以我就选择了过牌。就非常意外的看到他是 KK 带梅花 K， 就是他是翻牌前的这个 slow play 曼达的 KK， 然后他还有梅花 K那他 check 当然合牌就是要 check， 然后如果我下注他一定有 all in。
所以我觉得他的打法呢非常的诡异，但我觉得就是他可以有他的一个混合策略来应对我。如果说他觉得我会一个翻牌之后打得非常的凶，这个 KK 就是一个很轻易的跟注，所以我觉得呢他打得不错。那接下来这个3手牌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直接跟大家讲是什么状况。这个盲注级别呢是3000、50008人桌的 UTG， 它大约有17万左右，它选择加注到1万，然后我在 UTG 加1，我有20万的筹码量，我选择跟注1对9，然后大盲位的话它只有7万，它选择跟注，然后翻牌是863 Rainbow， 然后底池38000。大盲位 check 翻牌前下注的玩家呢，他选择了持续下注，那我觉得很正常对于这大部分的玩家来说呢，他们会持续下注，我认为是一个过宽的范围那这可能会是一个错误。那大部分的玩家他们不知道，他选的下注尺寸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选择2万。那2万的话是一个我认为在多人底池偏大的一个下注尺寸底池3万8，他下注2万。那我1对9在863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跟注。我这边的话不会考虑 raise 我的范围，我认为如果今天是中胜或者是99以上的大对子，我应该都会是选择跟注。那我当下也选择跟注。好，大盲位弃牌。好，转牌来一张6，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前面持续下注的玩家呢选择了 check。那我这边就有一个决定，我这边就是要么就是下注保护我的99，或者是我可以选择过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混合策略有的人会说下注比较好，怕对方是什么 A10合牌掉 A 或掉10，对不对？但我觉得如果 check 的话呢，合牌对方如果想要炸胡的话呢，我们的这手牌呢，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很轻易的跟注，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都可以的策略。那我当下选择了 check， 然后合牌掉了一张最糟的掉一张 A， 但是还有 check对我来讲的话呢，如果合牌是掉一张小牌，我觉得我的牌呢是很明确的可以价值下注，但如果合牌掉 A 的话呢，我觉得会是一个 check 比较好，所以我是 check。然后看到对手是 K10 不同花，那我觉得第一个 K10 不同花在8人桌的 UTG 呢是不应该玩的。第二个就是我也不认为在这个多人底池面对我在这么前面的位置跟注跟大盲位跟注我觉得这个持续下注的意义不高所以我觉得他就犯了2个错误所以就让我赢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呢是我在 UTG， 我拿了一个 Q9 方块。那 Q9 方块是我在8人桌 UTG 会加注的最弱的范围我也觉得这应该是大家应该要记熟的表格范围之一Q9 同花，然后我有24万左右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1万。然后8位的玩家呢，他筹码量跟我差不多多，然后他跟注大盲也跟注翻牌是一个 J64 Rainbow。然后大盲位 check， 那我觉得我这边面对8跟注的范围呢，我大约可以有一个50%的 check， 50%的下注。那如果说我今天要选择下注的炸胡的话呢，我会希望有一张高牌，或者是有一些后门花、后门顺的手牌，我觉得会比较符合这个概念。那这样的手牌范围会是什么？会是一些 Q10 同花、Q9 同花，我觉得都算是我的范围里面，我觉得算是合理。所以我这边呢，我选择了持续下注，大约是1万3底池3万8，我下注1万38位玩家跟注，然后大盲位弃牌。然后转牌来了一张对我的范围非常有利的牌是一张 K。这张 K 不但让我多了一个卡顺的机会，然后潜在我会有一些我刚刚说了嘛 ，KQ甚至是 AK， 甚至是 K10。K9 同花这一些范围呢都在我的范围之内，所以转牌呢我又下注底池6万4，我选择下注接近半个帕3万1000，然后对手想一想选择了跟注。那这边对手跟注的话，我会觉得他的范围呢，他要么就是 slow play 的4466当然这很小的机会我觉得大部分的范围会是一些10J、JQ 同花，甚至是 KJ 顶2队都有机会。他的9910如果他翻牌前跟注的话，我认为9910转盘应该会弃牌，所以他很明确是至少有一个我觉得是比 J 还要好的手牌。那合牌是一张9，让我中了一个9。我觉得我的9在这边大部分都是不会是好的，然后会不会有摊牌价值呢？可能没有，但重点是我合牌要炸胡的话，就是我们就要猜嘛，它顶对有 J， 譬如说10J、AJ、JQ 弃牌的几率是多少？如果要的话，我可能至少合牌要下注可能6、7万，至少超过半个帕。我觉得可能要满帕，他才可能考虑会弃牌。
所以我当下我觉得，如果我中一个9的话，可以考虑炸火，也可以考虑 check。然后当下我觉得我选择了 check， 我就选择放弃，所以我就 check。然后bottom lane 的玩家呢也选择了 check。然后我看到他的牌呢是 QJ 同花，所以对手就赢下这个 piece。那我觉得翻牌的持续下注 OK， 我觉得转牌 OK。那差别就是在于合牌要不要炸火，我觉得就是一个因人而异啊，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这手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然后呢，最后一把牌呢是这个小盲位的玩家，就是刚刚他拿 K10在 UTG 加注这个玩家呢，他的小盲位啊，他选择了平根，他 limp。那我在大盲位我拿52不同花，那我觉得52不同花呢会是一个混合策略啊，我可以选择加注这个手牌。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如果我加注对手会弃牌的话呢，这个牌对不对？非常的烂嘛，然后翻牌后也没有什么可玩性，所以我会用一些什么48啦、27啊，面对小盲位的 limp 的时候，我会有一个低频率的加注。那我当下呢是选择了 check， 我觉得 check 也 OK。好，翻牌呢是754，啊754底池15000嘛，就3个大盲，然后他 check， 那我们这边中了一个中对带没有 kicker， 就是2，那我觉得可以混合一个 check 的策略哦，原因是我们第一个没有摊牌价值，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抓炸，所以我选择了 check。好，转牌来一张非常好，转牌来一张2，中2对，然后变成是7542，然后对手转牌又 check。那我们这边很明确就是可以下注，那我觉得我的手牌范围会有一些很随机的一些3的组合，就是一些顺 draw 的组合，所以很好的炸火，或者一些6的组合，我觉得都不错。那我当下2对当然也是一个价值下注的手牌，我选择下注8000，大约是半个帕，然后对手跟注，那合牌来一张8。虽然是一张6就成顺哦，然后对手又 check， 那我觉得对手 check 他的范围里面，我觉得有6，当然一定会有6的几率哦，但是我觉得是偏小，再加上我们在2队哦，在这个大小盲的这么宽的范围里面呢，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手牌哦，所以我一定会价值下注，然后只是下注多少，我觉得这个学问。那我觉得如果说今天要让他一个对子想要来抓炸火的话，我认为是一个2/3到满帕，如果我是2队的话，如果我是一些比如说 A5 的一个中队的话，那我可能只会下注半个帕会更少。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逻辑啊，就是你要知道你下注的时候别人跟注要有机会比你弱嘛，所以我觉得我2队他绝对会拿一些不管是4的对子啊，或者是7的对子啊，或者一些5的对子，就是一个对子来扣我的话呢，我觉得下注2万不错，所以我当下选择下注2万，然后对手跟注之后呢，看到我2队他就好像很失落，好像觉得好像又要抓炸胡就抓错这样子，所以今天这个筹码量我觉得这个是有记录的最后一手牌哦。那当天的话就是打到150几个玩家进入 Day 2， 那这个比赛是114人进入前圈。我进入到 Day 2的筹码量呢，大约是15万多，我觉得是接近均码，当然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第一天开始哦，因为毕竟这一天我是晚报名嘛，然后只打了3个小时就进入 Day 2，所以我算是蛮幸运的。我们今天呢是这个5000 freeze out 的 Day 2，那我们进入 Day 2的时候呢，大约是150几位玩家，然后114名前圈，我的筹码量呢是152000啊。今天开始的盲注级别是4800啊，4800是我就不到20个大盲啊。我今天一上桌的时候呢，非常的不幸，其实算不幸嘛，就是接近前圈，然后完全没有牌可以玩，从这个15万的筹码量呢一直掉，因为40分钟的盲注级别嘛，所以4800没玩牌，然后5000、1万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了这个 bubble time 的时候，我剩大约10万，10万就是10个大盲，连可以推的牌都没有。然后我掉到剩下6万的时候呢，其实有一手牌可以考虑推哦，就是在前位的时候，我有1对5。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当我今天只有6个大盲我在前面的位置1对5，是不是正 EV 的 all in？ 是，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就是，如果说在泡沫阶段去推这种对子的话，我觉得跟弃牌来说呢，我觉得弃牌会比较好。那并不代表说我会放弃很大的手牌。我今天我觉得最明确的是什么？如果说今天是88以上的对子 ，KQ 同花、KJ 同花，我觉得我一定会 all in， 因为我觉得这个太正 EV。但我觉得这种小对子呢，就算是正 EV 也真的非常的少。那我觉得我宁愿就选择一个比较保守的策略，然后去推一些比较好的手牌，放弃一些比较糟的手牌，让我可以进入到前圈。进入到前圈的时候，我的筹码量大概只有4万左右。隔壁桌就是非常的，大家都在拖时间嘛。那后来到 hand for hand 的时候才没有在拖时间，然后整个流程其实我觉得弄得还是蛮久的啦。反正进入前圈之后呢，大家都进入前圈，然后奖金呢至少有8000多。
然后这时候拆桌，拆桌的话，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因为我在拆桌前一把正要上大盲，好，所以对我这个短筹码量非常的幸运哦。这个时候的筹码量我大约有58000多，然后盲注是6000、12000，就是5个大盲。然后拆桌，第一把没牌，第二把没牌，真正的决定呢是在 UTG 啊 ，UTG 我有6万的筹码量啊，这是大盲前注。那我认为我会推非常宽的范围，我认为我应该会推到接近60%啊，60%的话应该就是2张7以上的牌，2张8以上的牌，差不多这个范围，任何的对子啊，然后我再看到我的牌15不同花，那我觉得15不同花应该会是一个明确的弃牌啊，就算是我的筹码量很少啊，所以我选择了弃牌。然后下一把牌呢，放了盲注，放了 NT 之后呢，我后面大约有47000，然后这个时候中前卫的位置有一位玩家加注，然后我拿 KQ 不同花，当然就 all in 嘛。然后对手他跟注他是 Q8 同花哦，我觉得 Q8 同花在中位加注算是合理的范围内哦，最差的 Q8 同花，所以他也是在玩一个正常的范围的手牌哦。那就翻牌是什么98什么东西啊，反正转牌来张 J 啊，多了一个卡顺的机会，但是合牌没有中。所以我是102名出局啊，102名出局的话就是一样啊，最小的奖励是8021啊。这场比赛呢，就是你说不幸吗？也没有到不幸，因为我觉得第一天呢，其实我晚报名的时候呢，只有20个大码，然后很不错，很快就达到10几万，然后就算是还不错啦。我觉得只要有钱圈，就没什么好抱怨。跟起昨天那个777来讲，这个就是你知道吗？无所谓啦，反正对吧？领先嘛，对吧？牌领先啊，没有打错啊，然后。还不错。那今天的这个赛事呢，就是获得了102名，然后8000多的奖金。我接下来等一下啊，立刻哈，隔壁的800深筹赛直接参加。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扑克手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很赞，记得给我一个按赞。我是小 P，大家拜拜。